Hi baby, this is your family. Lucky corner, man and man conversation. Only we understand. Don't be afraid of rain. I will take care of you forever, my darling. CB350. 我就是要买 CB350放客厅，这次不让了，你再被排挤、被妥协的重结婚。其实，在外牌公司上班，有员工购车的优惠，所以也买了人生的第二台 125cc 塑胶车。原来的迪爵125就放在南部老家，当成返乡时的代步车。但是人算不如天算，用员工优惠购买的新风光125，只骑了1个月，车子居然就在员工停车场被偷了。县长只留下当天快迟到、忘记锁的机车大锁。毕竟当时的龙头锁不像现在还有磁石，高度怀疑是被自己人所偷走的。后来侧面向协力厂商询问，旧车型的龙头锁顶多就是10到20组的配套而已，所以只要拿到所有龙头锁的钥匙 copy， 就可以轻易打开市面上任何此车型的开关。贪小便宜买入门车型就下场就是这样。车子被偷走后，我刚好也意识到2行程机车已停产，而当下我已不愿再冒险买新车了，所以将购车的预算用22000元拿去买一台已经停产、车龄2年的2行程 Vino 50cc 机车，剩下约5万元拿去买同事的老妈换 Lexus 之后淘汰的 Match 买菜车。风风雨雨的日子，开车总是比较便利，也是我一直放在脑海中的想法。而且逢年过节回高部老家时，也可以开车返家，不用在那里抢火车票或是候补客运。日后就像所有出社会的年轻人一样，当从机车族晋升到4轮族之后，对机车的关爱就一天一天的减少，眼中看的、脑中想的都是如何从 March 晋升为 Celica， 如何从 BMW 318升级为 Benz SLK， 如何从洛克马腰身变成红中烈马。所以那时所买的杂志，也从风火轮杂志变成汽车购买指南。2002年，台湾开放重型机车进口，而我也因为外派的工作而有机会再次回到南部任职分驻所的巡回服务人员。此时也有机会开始接触机车经销商，而在走踏店家靠栏时，也常常看到机车行在保养一些客人所购买的红牌重型机车。询问车行技师后了解，其实只要不是多气缸的引擎，cc数不管多少，其实维修方法和运转方式都是差不多的，顶多就是水冷和空冷的差别。由于红牌机车的主人大部分不会将车留在室外，其实水冷系统故障的几率是很低的，所以重车丢给一般白牌机车行来做保养是不会有很大的问题。维修上没有困难，加上以前对重机的感觉仍旧无法忘怀，所以就有了存钱买2手红牌的想法。将零用钱存到一定的阶段后，当然就开始找车啦。好的男人就是要在正确的时间做出错误的决定，卖怕啦，无怨无悔的决定。是的，我要结婚了，还要出国度蜜月，所以红牌重机就先缓缓吧。毕竟结婚后就不是一人吃一人饱，必须有长远的生涯规划。于是我离开了外牌机车制造厂，也离开南部，
再次回到曾经待过的桃园，继续新的工作。所以省吃俭用就是不能放弃我的重机梦，但是命运就是喜欢和你开玩笑。申请多时的请调南部公司，上期忽然通知通过了，而且却而来的又急又猛。原来老家的单身宅男小房间哪能容下2大1小，加上满屋子的婴儿用品和玩具，螃蟹车、手推车、婴儿行，和家人共用浴室也是蛮尴尬的。之前过年返家时就有洗澡排队的伏笔。买了房子，开始承担20年房贷，大宝也平安出生。我唬烂老婆说啥母奶比较营养，趁机再偷偷存奶粉钱。在大宝2岁时，我都看好了 Suzuki 的 GSR 600这种能挂红牌、缴黄牌税金的好车，还能无痛上高架。晴天霹雳，二宝来按门铃了，一个刚刚好，2个空间小，对空间的需求，老婆度假的安全性，新车，而且是休旅车，变成是马上要处理的紧急事件，所以 GSR 600资金就变成了休旅车的头期款，而且还要背3年36期的汽车贷款。嘴巴说不要，账户很诚实。此时的我，双贷款的压力根本不敢有任何一丝一毫的重机想法，连打开网络重机介绍的网页都要半夜偷偷欣赏。男人成了家，资金的运用就不是你说的算，就算不用投票，你也没种。敢投反对票，政府横空出世的太旧换新，成了我这5年来最痛的事情。因为很痛，所以要阿 Q 3次。在政策实施的前1年，我就报废老车买新车，少赚5万，吐血。实施后的第1年，老婆要载大宝上幼儿园，顺理成章开心地报废它，骑了17年的100cc 加装车，花了5万6千元买来第1台125cc 塑胶车，小吐血。再过了2年，二宝准备上幼儿园了，再考虑到大宝、二宝都要上学，忽然发现3天后2年前买的机车坐垫长度不够，思考之下又太旧换新，买了第2台塑胶车，花了7万8千元，而且是有 ABS 的白牌125，中吐血。又过了2年，老爸要退休了，看他常常不好发动的老旧2行程机车，所以花了4万3千元帮他换了白牌115的塑胶车，持续吐血。也是我在旧换新政策下，于这几年内所购买的第3台白牌机车，1台休旅车，3台白牌车，都不是我的计划，但是我都买的不手软。是男人遇到挑衅就是要站出来付钱，一再的把我的重机基金给吞噬，我也只能骑着老旧的125和2行程 Vino 50，在很旧和老旧之间不停的替换。然而50cc 的 Vino 在直线加速上拉转，体感万转的咆哮声，始终让我想起在外牌机车厂发动 XJR 1300拉转的数码感，那种亢奋的影像。妹妹在路口过弯拉转之时，总是让我回想起以前骑雄狮125踩后刹、降档、拉转、出弯、放离合、灌油门，一再的唤醒我对挡车的感觉，也回忆起在南台湾的屏东同学家的 GSS 1300R 那浑厚饱满美妙的声浪。再次看到 CB350 的诞生，我觉得就是它了，再也不能有人挡着我购买它，不管是什么样的人生顺位都不能取代它了，它就是我将来的第1顺位。2行程 Vino 也不用拿去旧换新，符合我当初保留万转引擎的初衷，这样不是很棒吗？拥有5500转的 CB350 和体感万管的 Vino 50，这是多么美妙的人生啊！到了这个年纪，汽车都换了4台了，入手 CB 2轮复古车应该不是价格的问题，而是何时买比较对得起自己。大家继续线上闪车等车吧。老人家没啥朋友，感谢大家听我发牢骚。喜欢这影片记得帮我按赞、按订阅和分享。好车不寂寞，洗车最懒惰。下期见，拜拜。